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最近在土耳其搞的一个军演呢，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这个军演为什么会这么受到关注呢？因为此次军演地方是在土耳其，参演的军机种类数量比较多。这个名为“安纳托利亚之鹰2021”的国际军演，是6月18号开始在土耳其拉开序幕的。这次参加演习的国家包括了土耳其、巴基斯坦、卡塔尔和阿塞拜疆。巴基斯坦空军这次派出了5架枭龙战机参演，而卡塔尔呢，则是派出了4架阵风战斗机参与这次对抗演练。另外呢，阿塞拜疆是吧，出动的军机是米格29，而土耳其它的主力战机是 F-16。那么这4种3代或3代半战机同时在一个国家参加军事演习，或甚至呢是对抗演练，确实其结果如何，确实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咱们国家的网民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这5架枭龙战机和来自卡塔尔的4架阵风战斗机，它们之间的交锋对抗是一个什么结果？那么在第一阶段演练的过程中，有媒体报道说，枭龙战机表现不错，在很多方面好像是取得了优势。这个成绩比较突出，是不是就预示着枭龙战机能够和法国研制阵风战机对抗，甚至在近距格斗状态下或者是中距空战状态下取得优势呢？从第一阶段演练情况看，其实双方并没有进行1对1或者是2对2的这种模拟对抗，只是各自呢在相应的科目情况下演示了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呢，枭龙战机在这样第一阶段的参演中，可以说表现比较优秀而已。那么最终此次军演，枭龙战机和阵风战机有没有机会交手？当然，这个交手是打引号的。最终谁能占上风呢？从目前巴基斯坦派出的这5架枭龙战机的情况看，它目前还不是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最先进的枭龙战机，也就是版本3枭龙，或者是BOK3枭龙战机。那么它这次派出的应该是版本2，也就是 BOK2枭龙战斗机。尽管它比早期型的枭龙战机呢技术上有提升，但是主要提升的方面呢，不是机载航电系统或者是机载雷达，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增加了空中输油管。那么这款战机呢，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从而增大它的航程。当然，武器系统方面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使它具备了较强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那么这样的一款2代的枭龙战斗机，能否和最新型的阵风战斗机相抗衡？那么首先我们看看雷达。阵风战斗机呢，其实它也是在不断升级的。那么卡塔尔所装备的阵风战斗机和印度空军目前刚刚引进的阵风战斗机，从技术水平上来讲差不太多，都采用了有源相对雷达。那么就雷达技术水平而言，好像阵风战斗机是吧，应该比版本2的枭龙要好一点，因为版本2枭龙它采用的主要还是脉冲多普勒雷达，但是技术档次可能差一档，但是发现空中目标的能力是吧，这个不一定就是采用有源相对雷达就更好一些，还要看你的雷达口径和发射功率。阵风战机虽然能够装备是吧最先进的有源相对雷达，但是它的缺点是口径比较小，因为阵风的为了这个提升它的最大平飞速度，在机头设计的比较尖，也比较细，因此
它的雷达口径相对来讲比较小。那么对一般战斗机的目标的探测距离呢，据说可以达到150公里。那么150公里这个范围，远不远，近不近的？特别是与其他配备了有源相阵雷达的战斗机相比呢，150公里的探测距离并不算太远。而枭龙战机的波克2，是吧？它所用的脉冲多孔雷达探测距离呢也超过100公里，要比版本1的探测距离呢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在中距空战状态下，谁能占优？我们假设枭龙战机对这个5平米目标的探测距离是120公里的话，阵风呢可以达到150公里，这个就有点差距。那么枭龙战机和阵风战机相比，它们的大小个头是不一样的。枭龙战机属于轻型战斗机，而阵风呢属于中型战斗机。无论是枭龙还是阵风，都不具备隐身能力。而雷达反射截面呢，个头小的战斗机肯定是要相对小一点的，而中型战斗机的雷达反射截面肯定要是大于轻型战斗机，是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有可能先发现对手？这个恐怕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空中战场上的态势是瞬息万变的，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发生。如果双方是迎头对阵，那么枭龙在雷达反射截面这方面呢，它是占优，因为比较小一点，但是探测距离可能阵风要远一点，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双方差不多接近同时发现对手。那么下来就要看你的中距空空导弹的射程，是吧？以及它的导引精度了。因此可以这么讲吧，在这个双方的发现距离和攻击距离方面，差距并不是很大，就要看你在空战中，是吧？谁的飞行员能够更好的驾驭自己战机，而捕捉到机会，向对手呢发起挑战和攻击。那么在第一轮要是说双方都没有战果，那么最后可能会进入近距格斗状态。那么进入近距格斗状态，一个要看谁的机动性好，因为雷达反射截面大小应该说影响不大了，机动性很重要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双方的近距格斗导弹谁的水平更高。枭龙战机这次是否会携带最先进的霹雳10E近距格斗导弹？目前呢还没有相关的报道。它如果用霹雳5E改的近距格斗导弹和阵风对抗的话呢，可能这款导弹技术上呢可能稍有不足但阵风呢也不见得就好到哪里去。那么不管下一阶段的演训演练，这两款战机是否能够直接对阵最终结果如何？我想对巴基斯坦空军而言，这次在土耳其这个开展的安纳托利亚之鹰2021军演，对巴基斯坦空军而言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点，因为他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法国研发的阵风战斗机。卡塔尔拥有阵风，它如果也能够近距离的观测枭龙，应该说对他们也是有益的。但是这些观察或者是通过演练说这个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体验，能否把这些经验教训传递给印度空军，那可就不一样了。起码巴基斯坦空军的飞行员可以直观的这个对阵风呢战斗机呢留下一个体验。那么这个体验对今后他的作战训练应该说获益良多。可以这么讲吧，在土耳其搞的这个军演，对巴基斯坦空军而言
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对他们掌握对手的相应的特点状态应该说是非常有注意的。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